Hello，大家好，我是 Zack。今天我们将一起来探索一下如何借助扣子和 Zen 去快速验证我们的一个商业逻辑，并为我们的一个想法进行变现。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扣子。扣子呢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工具，它允许我们通过创建智能体来完成各种自动化的任务。这里我们进入扣子官网，可以看到它给大家一个解释是：无论您是否有编程基础，你都可以快速搭建出各种 bot。那 Zen 呢，它是作为一个无代码开发工具，它能进一步简化开发的一个难度。同样的，也是无论你有没有代码基础呢，你都可以进行开发。OK，我们来分别体验一下扣子和 Zen。我们首先进入到扣子，我们去创建一个 bot。这里它给我们去生成了一个这个 agent 的一个编排页面。那我们给它一个功能提示，你是一个 PPT 自动生成助手。那我们使用它给到了一个自动优化提示的一个功能，让它给我们写这个提示词。OK，写的挺好。好，我们点击使用即可。那这里我们想让它是一个专业的 PPT 生成助手，那所以说我们给它一个插件。我们这里从插件市场去找一下 PPT，我们搜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对应的插件。OK，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一个插件是这个 AI PPT，那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下。那这里我们就把这个插件添加进来了。那在右侧呢，它是有一个预览和调试界面，我们可以去进行调试这个 AI 应用。举个例子，我们随便发一个话，让它给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响应。OK，它给到我们一些提示，请帮我生成一篇介绍扣子的 PPT。OK，这里它就在调用这个 AI PPT 了，也就是在调用这个插件。那它给我们生成了一份扣子的介绍大纲。我们这里让它继续，直接给它了一个明确的指示，直接生成。那这里呢，它告诉我们已经生成完毕了。它在调用插件的过程中，我们是可以展开这里去看到它的一个调用过程，告诉我们已经生成了一份这个扣子为主题的 PPT，然后呢给到一个网站，那我们可以去点开这个网站去看一下它生成的一个样式是什么样的。完事儿。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扣子的这么一个功能，它可以我们可以去快速的利用扣子市场的一些插件、工作流或者说图像流触发器，然后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完成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业务逻辑。OK，那完了以后呢，那有了这个扣子的功能，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很好的利用它去跑通我们的一个整个商业模式，去赚到我们的钱。那本质上，扣子还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市场，我们做它只是可能更适合用于我们这个内部去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想要利用它去呃进行变现的话，实际上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客户端的一个界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提供给用户的一个前端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用到我们的一个 Zen 无代码开发。我们去简单的了解一下，点击这个开始创建。OK，我们登录成功以后呢，进入到这个 Zen 的 IDE 界面。那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它也是提供了一个项目创建的这么一个界面。项目我们创建一个新项目，从这个网页创建。
新建项目，那 cos1。OK，这样子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新项目。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 Zen。首先进入这个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左侧它提供了一个页面的这么一个布局。啊，目前呢它是有一个配置0，并且它是一个首页。然后呢，这个页面呢，我们可以在一套布局里面可以看到这个3个端口，一个是这个桌面端，一个是手机端，还有一个是一个平板端。那我们可以去在不同的端进行一个编辑。然后呢，在某个界面里面呢，我们可以去点击上方一个按钮添加组件，这里呢它会打开一个组件树，然后上面会有一个分类，展示类的一个组件、输入类的组件、容器类的组件和其他类的组件。那我们假设要去在页面上面搭建一个文字内容，这里它有给我们一个提示，双击或者拖拽进行添加。那这里我们把这个文字组件给拖拽进来。OK，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界面里面呢，就已经搭建好了这个一个文本了。那我们老样子，我们去实时预览看一下。OK，可以看到我们在实时预览界面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有了这个 Hello World 这样文字。我们再拖一个按钮进来，那实时预览的时候呢，也直接出来了一个按钮。然后呢，往下呢，我们也可以去传入一些这个输入框、数据选择器，然后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删除，或者说去选择负极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去给它放一个容器，把多个组件进行编排，并且在容器里面去放入这个内容。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 Hello World 给它放到这个容器里面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按钮给放进去。然后呢，我们也支持其他一些组件。然后这里呢，它还提供了一些高阶的组件能力，比如说从这个 GitHub，就是做一些自定组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自定下载文件的一个组件，我们给它打开以后呢，那这里下面它还可以提供到一个代码组件，可以拖进来。OK，那基于这个效果呢，我们实际上是能完成我们的这个前端组件的一个搭建了，前端的一个页面搭建了。那搭建好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实时进行一个预览。那预览好以后呢，实际上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公网可以访问的这个链接，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搭建的一个页面。有了前端界面以后呢，它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个 Zen 工具上面去做一些我们的完整的业务逻辑。它提供了一个数据，我们可以去建一些我们自己业务上面的一个数据模型，并且它会给我们自动生成数据库。我们也可以去配置一些第三方 API，然后呢，让我们能和其他的一个应用进行一个互通。那比如说我们即将讲到的这个扣子，我就会去利用这个 API 与我们的这个扣子进行打通。然后呢，它也提供了一些行为流的一个功能，进行这个业务逻辑的一个编排。当然，这里 Zen 平台呢也提供了一个 ZAI 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我们可以在上面去搭建自己的一个 AI 应用。它和扣子比起来呢，就是唯一的差别，它可能没有提供扣子这么多的一个工具。OK，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不详细介绍这个整个站的一个功能了。那我在之前呢，我已经搭建好了一个利用扣子创建这个机器人儿，并且在 RAM 平台上搭建一个销售界面的一个项目。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直接打开这个项目，这个呢就是搭好的这么一个功能。先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扣子是能完成我们想要快速去完成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些创意想法的。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ZAN 上面去搭建我们的一个前端界面，并且把我们的想法展示给我们的一个用户。那这里呢，思考的一个商业逻辑就是，我们在 Code 上面完成了我们的一个任务，并且我把它增加了一个付费功能，把它转售给我们的一个自己的私域用户。那所以说呢，我们在 ZAN 上面只需要把 Code 上面的一些功能直接对接好过来就好了。那我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直接对接了 Code 那边的一个对话过程，在这里给它加入了一个剩余次数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的用户每次进行这个科微问答的时候呢，我们会让他的一个剩余次数进行扣减，直到他没有次数的时候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找我们进行充值。OK，在讲解之前呢，首先我们得大概了解一下技术的一个方案。首先，在开发过程中的技术呢，可能分为前端和后端。那前端部分的话，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 ZAN 去拖拉拽就能完成前端页面的一个搭建。这个前端部分一般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用户直接能眼睛看到的这一部分。那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直接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去实时预览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前端了。这是我们自己的用户他可以去看到的这么一个页面。那后端部分呢，目前我们是因为对接的是 API，那主要就是兔子这边我们搭建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这部分。那这里我们通过这个 API 去连接了扣子的这个后端。那比如说这里 API 提供了这个创建对话、查看绘画信息、查看消息列表、创建消息、发起对话、查看对话详情和这个查看对话消息的一个详情的这些 API。那这本质上都是由扣子那边提供的。然后我们在扣子的基础上呢，利用 ZAN 的这个功能去做了这个付费功能的一些增加项目。那比如说我们去做了一个每个账户上面，我们去给它加入了一个参数，一个剩余次数的这么一个功能。那如果说客户使用完了以后呢，他就不能再继续使用这个扣子的这个服务了。OK，所以说我们整个逻辑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前我们的用户在前端去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过程中呢，首先他会去输入这个和我们之前扣子上面过程一样的 PPT，他们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去输入内容，完成以后呢，它会自动生成这样子的一个 PPT 这么一个功能。OK，首先我们这里带着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页面的一个实现流程。首先呢，我们这个前端界面搭建完成以后呢，我们最快的一个交互过程是，最直接的交互过程是用户输入内容，然后点击这个发送按钮。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发送按钮以后呢，它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点击这个发送按钮，在右侧这个栏目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它存在设计和行为两个部分。那我们点击这个行为呢，可以往下看，它会出现一个条件。这个我们首先这个用户是否登录，如果说没有登录的话，我们给他一个弹窗，让他去进行登录。那如果说已经，那回过头来，如果说他已经登录完成了以后呢，他会进行下一个条件判断，判断当前的这个用户剩余的这个答题次数、回答次数、问答次数，然后这个还有没有？如果说它小于1的话，说明已经没有了，那它就不能再进行回答了。我们给他一个提示：当前无次数，请联系这个管理员进行购买。那如果说它还有的话，那它就会去执行下面的一个逻辑。首先，它会去判断这个扣子这边有没有绘画，如果没有的话，会自动去调用扣子的这个第三方 API 去创建一个绘画。那如果说有的话，那它就会直接去进行对话了。对话的过程中会将这个输入的内容信息传到扣子，
它会把这个输入的内容信息传到扣子，然后在成功的时候呢，它会去扣减这个次数，会把这个用户的这个次数减一，然后呢，重新去刷新一下当前数据。OK，然后在这个列表里面呢，我们会去直接绑定到扣子返回来的一个信息。这里它去绑定了这个扣子的消息列表，把它的一个列表数据给直接展示出来。实际上呢，这里我们展示的数据全都是来源于扣子。OK，大概是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在 z 上面我们搭建好页面以后呢，我们需要去讲一下如何去把这个后端给对接过来。那这里我们先前创建了一个 PPT 自动生成的这么一个机器人儿。那假设我们还要去创建一个机器人儿，我们这里去创建一个，假设我们去找到以这个为例吧，MBTI 性格测试专家为例，我们看到商场上这个机器人儿还不错，我们就把它，我们可以给它复制到我们自己的空间，点击一下确定。OK，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就拥有了这么一个机器人儿。它这里会给到一个提示是，请出题帮我进行 MBTI 测试。我们先尝试一下这个机器人儿是干嘛的。这里它要我们进行作答了，然后我们去进行回答。OK，看样子的话，它就是这么一个功能，然后能帮我们进行我们的一个性格测试的这么一个 AI 机器人儿。那我们假设这个已经好了，那我们去发布一下。发布的过程中呢，它可以让我们选择发布的平台。我们这里可以选择发布，但这个是一定要去选的 Boot as API，因为我们会在 z 上面去直接调这个扣子的 API。那这个的话也可以去勾选这个。如果说我们去写代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Web SDK 去将我们的扣子应用嵌入到代码里面。那这里默认它会发布到这个扣子商店嘛？那我们点这个发布就好了。OK，这里已经发布成功了。发布成功以后呢，我们可以去浏览一下我们要和 z 对接的这个 API。这里会有一个介绍，它告诉我们只需要发这样的一个请求，就可以去调用到扣子的 API 了。那这里的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一个 API 概览，它提供了这个 bot 部分的话，也提供了这个查看 bot 列表和获取 bot 配置。绘画部分呢，提供了这个创建绘画和查看绘画信息。那实际上刚才我们在 z 上面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配置了这个创建绘画和查看绘画信息的这个 API。然后消息部分呢，它也提供了这个创建消息。对话部分呢，提供了这个发起对话，然后查看对话详情，巴拉巴拉这些信息接口。那我们的使用它的一个核心功能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绘画，就有一个这个聊天的对话界面。然后呢，有了对话界面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对话界面里面去给它添加信息，让这个机器人儿和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户间有一个这么沟通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API 开发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在调用扣子前呢，这个首先你已经确保 boot 发布为了这个 API 服务，这里呢我们刚刚已经发布成为了这个 API 服务。然后它提供了两种认证方式，一个是个人访问令牌，还有一个是这个标准的这个健全流程。那我们以这个个人令牌的方式的话，它告诉我们
可以登录扣子，在左侧的一个菜单栏下方点击这个扣子 API，这个扣子 API 界面进入授权，然后就能够进行添加。那我们这里按照它的一个操作，我们首先进入呃扣子的这个官网，然后呢左下角这个扣子 API 点击一下，然后点击这个授权，然后我们去添加一个个人令牌，我们权限全给到它。那这里我选择个人空间，因为我也持有个人空间。然后过期时间的话，我给它来一个永久有效，点击确定。OK，这里我们这个令牌就生成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令牌，我们可能要存到 RAM 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在之前呢已经设计好了这个数据一个系统的一个全局数据。那这里呢，实际上就是存我们的这个令牌的一个地方，我们把下面这个地方给换掉就好了。OK，这里我们就把令牌给换掉了。我们先把这个我们之前的一个数据给清空一下，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些测试数据。OK，实际上我们配置好了这个令牌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已经可以对着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进行操作了。那这里我们可能看到还需要配置一个机器人 ID，我们回到扣子，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个人空间里面已经有2个 bot 了，一个是这个 MBTI 性格测试专家的，一个是这个 PPT 自动生成的。我们这里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开发文档。如果说我们要发起一个对话的话，我们看一下它会让我们传一些哪些参数。这里可以看到，它让我们传这个令牌的话，实际上就是传的这个 authorization 的话，实际上是在前面加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字符标识，然后呢，并且把我们的令牌给放到这里。那这里是和我们在这里配置的是一样的啊。我们看一下创建绘画这个 API 我们是怎么配置的。那实际上呢，我们首先通过第一个 API，我们就可以去创建一个绘画。创建绘画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绘画里面进行沟通。然后创建完绘画以后呢，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个这个绘画 ID，这个 ID 就是我们的一个绘画 ID。那实际上我们在去发起对话的过程中呢，它会告诉我们，让我们传入这个对话的这个 ID，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在哪一次绘画中。那实际上这个 ID 就是我们在创建的，我们先第一步去创建的这个绘画返回出来的。然后呢，我们还要去传入这个 bot ID，要进行绘画聊天的这个 bot ID。这里它告诉我们，在这个 bot 的这个开发界面呢，bot 参数后面的一个数字就是 bot ID，比如说这样子，那 bot ID 就是734288几。那假设我们要去用这个 MBTI 测试的话呢，实际上它的这个 bot ID 可以看到它肯定就这个了。我们重新从这里进去，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bot ID。那我们把 bot ID 也配置到这个数据库里面，找到这个 authorization，展开一下，把 bot ID 配置一下。OK，然后点保存。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bot ID 就配置好了。那实际上配置好以后呢，我们看这个 API 接口。OK，这里其实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配置了。那我们在 RAM 上面去使用一下试试。实时预览界面我们打开。
用这个浏览器打开一下，可以看到它已经给到我们一个我们配置的这个机器人结果了。然后它让我们回答，当我们在进行旅途规划时，你会我们随便给它回答一个内容。OK，这里呢，它已经给总结出了这样子一个性格，然后那我们目前的适应次数还剩2次，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去设置这个次数去限制我们的用户的这个功能使用的，这里我们又重新去进行测试，那这里最后就已经没有次数了，那就不能再进行使用了。这里已经剩余0次，我随便再输入看它。当前无次数，请联系管理员进行购买。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这个扣子的基础上呢，做了一层我们的这个收费功能。